因为这段时间嘛，包括民法典出台以后，其实上有一个，我觉得有一则法条是大家关注的比较高的，就是关于那个离婚冷静期。然后杨教哦授能哦，给我们分享一下吗？稍微，就是说当时为什么想设立离婚冷静期，然后说包哎呀，括说现在对这个的看法。这个离婚冷静期呢，它其实在民法典之前，很多那个婚姻登记机构就在试点就已经总结在试点。总结了一些经验，就总的觉得好像还不错啊。就说你们两个人不是闹离婚吗？闹得够呛，完了以后说来登记啊，完了登记人员一劝说回去冷静一下，回去冷静一下，回来两人就不离了。这一看社会效果还挺好啊。那然后呢，这一次这个编纂民法典的时候，婚姻家庭法学会就提出了一个建议，是要写这个离婚冷静期。然后这些民政部门婚姻登记机构的那个代表，就民政部，他也提出这个意见，后来就把这写进来了。写进来行不行呢？其实这个东西要说起来，有很多那些离婚去登记离婚的，其实是一个闹意气啊，两个人吵起来了，完了以后就要离婚啊。特别现在小青年闹就打起来，打起来以后说离婚好，你说离就离，两个人就去离了，离完以后过了几天说，哎呀，我们再恢复吧。这种事儿是挺多的。对，就所情感问题以正义反复嘛，的。这个呢，如果说定一条规则也不是不行。这里头还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就是中国的这个离婚率啊，已经达到了世界上最高的这个程度了啊，最高了。离婚太多了，就是嗯嗯登记离婚太简便啊，给你设置点障碍，可能就减少一些。但是但是领比较导很喜。起来呀，比较起来呢，就是韩国有一个叫熟虑期制度，也跟我们这冷静期一样啊，会有。这是跟我们最像的一个啊。那英国呢，在离婚上也有一些限制性规定，有点像，但不完全是我们这个冷静期。其他很多绝大多数国家没有这个规定啊。那么这样呢，就写进来了。写进来的，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问题在哪里？就是千篇一律，就这么一个规则，就说30天啊，你来时候离婚吗？说好，那你过30天再来，就不区别情况啊。这个部分原来我在立法的时候我也提了，我说应该区别一下情况，看一看人家韩国是怎么规定的啊。韩国规定就很复杂。第一，这个比方说家里头有那个很小很小孩子的这种，那个冷静期就更长，就你考虑的时间更长一点啊，要不要为孩子着想？那还有一种，比方家暴，已经把这个女方打的都快打死了，好容易说两个人要离婚了，然后你再让他一冷静，回去又挨一顿揍，背不住还给打死了呢。但是就这些我们都没有考虑，就这么简单的一个制度有点问题啊。就总的说起来呢，这个制度规定这个冷静期啊，也不是不行，但是问题就在哪里呢？就是应当区分情况，有的他就不应该冷静，有的可能就应该冷静的时间再长一点。那么什么东西都一刀切，就容易出问题啊。这将来再慢慢看吧。对，所以学界其实上包括立法这一块儿，大家是有在考虑这个问题的，后续可能会对这个法条进行更多的相应的优化，嘎。现在主要的问题，我觉得还不是学界，主要的问题是年轻人反对。嗯嗯有一次民法典没通过的时候，我在上海做了一个讲座，我说这次要增加离婚冷静期，我还没得出门，就让这帮年轻的男女把我给堵住了。然后你们凭什么要限制我们离婚自由？对呀，就是因为这好像确实是一个很有利的一个，对呀的一个反对呀。年轻人反对的多。对。哎，那个杨教授，您是怎么看待年轻人的反对的呢？他们有他们的道理。有他们道理。但你不接受。我不是说我不接受，我是说呢，这个制度它存在一些毛病。
就是说，如果要是普通的两人，比方说就是那种两个人啊，昨天晚上打架了，今天就去离婚了，那一看没什么大事儿，这种情况冷静一点问题都没有。说那家暴都打得乌眼青哈，你还让他冷静什么呀？用不着冷静了，就赶紧解救这个受害的妇女就是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哎呀，确实，而且坦率说啊，就是说法律也是一门实践的学科，在这个离婚冷静期出来以后，我们确实也需要一点时间来看看它的一些实际效果，以及说可能有没有带来什么实际的问题，然后进行优化，对吧？